就是印度，世界第5大经济体，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嘈杂的市场、蓬勃的文化以及深厚的歷史底蘊，印度正在吸引全球的目光。当然，它的問題也不少。如今，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似乎已經結束，風水輪流轉，輪到印度成為世界工廠，享受這一角色帶來的財富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特別專欄。今天我們來探討一個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那就是印度，它有沒有可能迎頭趕上中國，甚至超越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當中的地位呢？今天咱們來好好聊聊這個問題。今天這集節目播出的時候，正好是聖誕節，祝朋友們聖誕快樂，平安幸福。世界經濟論壇指出，印度2022年實際的 GDP 成長達到 6.9%， 在這一地區排名第4，馬來西亞是 8.7%， 中國是 3.0%。報告也預測印度的成長會持續到2024年，高達 7.1%。摩根斯坦利預測，5年內印度將迅速超過日本和德國，成為全球第3大經濟體。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史說得上非常曲折坎坷，能熬到今天這個出頭的機會真不容易。從1947年印度獨立到上個世紀90年代，其實印度在經濟上應該是歸為社會主義陣營啊。您可能會覺得很奇怪，不對呀，印度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呢，怎麼會是社會主義經濟呢？那下面我們就得先來掰扯一下印度的這段歷史。因為1940年代蘇聯式的計劃體制是一種強勢模式，很多國家都在模仿，而且印度剛剛獨立的時候，力求在經濟體制上也擺脫前宗主國英國的印記，脫離所謂的殖民烙印，所以在經濟體制上就模仿了蘇聯體制，這也是今天很多問題的來源。印度政府把銀行、保險、煤炭、電力、鋼鐵這些產業，還有港口、機場、鐵路這些基礎設施通通收歸國有，硬生生地執行了一堆嚴格的經濟規定。可是這些社會主義招數用了40多年，5年計劃搞了一個又一個，並沒有給印度帶來太多的好處。1990年，印度政府遇上了空前的債務危機，整個國家幾乎破產，没有辦法，他們只好跑去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才勉強度日。1991年，印度實施了歷史性的經濟改革，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改革。政府逐漸放開市場，減少了管制，同時吸引外國投資，還推動了私有化。這一系列改革帶來了印度經濟結構性的轉變，推動了印度的經濟增長。進入到2000年代，印度迅速崛起，成為全球信息技術 IT 業服務的中心。一些城市，比如班加羅爾和海德拉巴，成為全球技術和創新的樞紐。印度的軟件和服務外包業蓬勃發展，在全世界都佔據了一席之地，促使印度經濟進一步增長。看來這回印度雄獅真的是要雄起了。那麼好，回顧了印度如何從社會主義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段過程，那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印度是如何從很多華人刻板印象當中的貧窮落後，甚至是有點愚昧的國家，從這個起點上崛起的呢？毫無疑問，人口紅利是目前印度崛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要素3大件是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3大件裡面，土地是死的，資本是流動的，卻是冰冷的，唯有人是最活躍、最有溫度的。勞動者們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他們的數量多少，除了意味着生產力的多少，也意味着社會的消費能力啊。中國過去20多年經濟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人口紅利。那現在風水輪流轉，印度的人口在2023年超過了中國，其人口總規模接近15億，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在未來的30年，印度人口會繼續增加，而中國的人口規模已經見頂了，在可見的將來將逐步減少。
從對經濟的影響來講，人口的數量只是方程式的一部分，人口的年齡結構也相當重要。如果人口數量雖然多，但是老年人佔的比例大的話，這樣反而對社會和經濟是有負面影響的，因為他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都弱，對醫療和社會福利資源的佔用卻大。那這就是常說的老齡化社會的問題。日本也是人口大國，但是它就是受老齡化困擾的大國。中國正在老齡化這個方向上迅速超過日本，而這也是讓印度老表最能笑得出來的地方，這也是它的優勢。因為與中國相比，印度的勞動力人口的成長率和年齡結構表現出雙優。從數量方面講，在過去20年裡，印度人口增長了36%，遠遠超過了同期中國人口僅有8%的成長率。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在年齡結構方面，超過40%的印度人口是在25歲以下。現在印度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僅為28歲，而中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38歲。印度老表比中國年輕了将近10歲，而且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印度人口当中僅佔7%，而中國則佔到了14%。年輕化的勞工數量龐大，不僅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年輕人也更加喜歡買東西，所以賺了錢就 shopping 完了再賺錢，就這麼前轱辘不轉後轱辘轉，死沒打，就讓經濟蓬勃循環興旺起來了。而且年輕人頭腦也比較活躍，更加容易接受新的科技和想法。那這樣的勞動力結構對於創業和創新也更加有益。因此，印度擁有強劲年輕而且可持續的勞動年齡人口来支持未来的經濟成長。实际工資水平，印度上漲的也很快。根據 ECA International 的年度薪資趨勢報告，2023年印度的實際薪資水平預計上漲了4.6%，成為亞太地區最高的薪資成長率。作為天天996的中國上班族會不會覺得有點羨慕妒忌呢？印度另外一大優勢就是語言優勢。你可能不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2大英語國家雖然印度老表說英語確實有很強的口音。You're coming to play, 你可能聽不懂印度老表說的是啥，但是這並不重要。印度說英語的人口僅次於美國，大約有1.25億人說英語這個很重要。你沒聽錯，英語實際上是被視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之一。印地語和英語是印度人在學校和商業當中最重要的語言，這對許多公司來講是一件大事，因為國際商業協議絕大多數都是用英語作為中性語言處理的。自從1990年代初印度取消貿易限制和許可制度以來，它就一直是外包服務的絕佳地點，這是我們所稱為的呼叫中心很集中的地方。相信很多在美國的華人朋友都有這個經歷，當你給某家公司的客服打電話的時候，在電話那頭和你說話的人很可能既不在美國也不在加拿大，而是操着濃重的印度口音那你覺得他會在哪兒呢？反正我每次打客服電話碰到這種情況都會緊張的全身冒汗。如果我們將印度的呼叫中心和中國的工廠車間聯繫起來比較，這兩個行業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相似的，因為他們的薪資水平都很低，而且大多數都是處於外國公司利益鏈的末端。這些行業相當於全球經濟中的入門級工作，但是工廠車間是快餐店的入門級工作，呼叫中心呢，則是財富500強公司全球總部的入門級工作，就是這個差別。那是因為工廠車間的工作很難轉變為工廠車間以外的任何工作。可是呼叫中心這個活呢，它即使是服務業當中非常基本的工作，但是它也很容易通過培訓和經驗積累轉變為更有附加值的工作。今天幹外包活的印度公司提供的服務，其實比簡單的客戶呼叫中心已經複雜得多了。這個產業鏈上，它已經創造出更多的價值了。但是要把這些活包給中國企業做就非常困難。即使我們忽略了中國大陸的主權風險你就想想有多少跨國公司敢把自己全球的客戶資料交給中國公司吧。咱們就算忽略這一點就算跨國公司敢這麼幹，中國人他也幹不了這活因為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說英語。都是錯，很都是錯。這
這裡並不是比較河南英語和印度英語誰的地方腔更重的問題，壓根兒是河南能夠把英語句子說順的都沒幾個。除此之外，中國的商業文化與西方也有很大的差異。印度作為最大的英联邦成员国，虽然它獨立之後在政治領域努力的去殖民化但是幾百年的底色很難洗掉它畢竟在很多領域受到了英國体制深刻的影響，比如會計制度、工程設計，甚至法律服務領域。那在這些方面，英國人留下的影響應該說是正面的，為印度的穩定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設施那在這些行業呢，印度有着許多國家無法比擬的競爭優勢。印度所承接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外包產業就是 IT。說印度是全球軟件開發和 IT 服務的外包之王，估計沒什麼人反對，因為它佔了這個領域全球外包業務的1半以上。2019年，印度從外包業務當中取得的總收入已經超過了700億美元。有另外一些統計數據說是達到了1000億美元。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像谷歌、亞馬遜、Adobe、英特爾、蘋果、IBM 都將部分業務外包給了印度，包括很多華爾街投行也會把他們工作當中的技術支持、軟件開發這一類 IT 業務外包給印度。我們知道，現在很多頂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印度人，比如谷歌、微軟、IBM、Adobe 公司、德勤的首席執行官都是印度人。記得馬一龍在剛剛收購推特的時候，炒掉了一大批工程師，其實這些工程師大部分就在印度。廉價的人力成本是這些大公司把 IT 業務外包到印度的一個關鍵考量當然說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最低呢也不對，因為泰國、越南很可能比它更便宜。但是為什麼這些國家在競爭 IT 外包方面就搶不過印度呢？那是因為印度確實擁有大量高水平的 IT 人才。和中國人一樣，印度人真的很注重教育。在印度，家長一直強調孩子要讀好書，把教育当成踏上成功之路的敲門磚。印度一些頂尖學府，像印度理工學院、印度科學研究所，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工程師和科学家。而且由于印度人英語方面的語言優勢，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去外國深造，特別是在美國讀書。即便是移民到海外的印度人，比如在加拿大或美國的印度裔，也和中國家長一樣，熱衷於讓子女上名校，以及執着於參加各種比賽，比如機器人大賽等等。許多大公司都聘請印度裔的 IT 專業人員來從事他們的一些外部項目，所以印度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更快更多的機會來了解這些先進的大公司，他們的管理經驗、商業模式，以及接觸到技術最前沿。大家都知道，因為中美關係的緊張，目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希望在中國以外找到更多配置產能的選項。印度就是很合適的地方，它地大人多，而且很多人會英文，加上印度次大陸它是一個三角形，三面臨海，兩港眾多，所以運送產品原料都非常的方便。法律方面，印度和西方國家相似，沒有什麼行走的50萬、朝陽大媽、滿街抓特務這些事情來困擾，生意人最煩的就是這些。蘋果公司今年把他們賣得最好的一款 iPhone 的產品產能轉移去了印度，這是一個很有風向標意義的動作。別的科技大公司，例如戴爾和亞馬遜，都正在印度擴張產能。還有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也正在調整它的供應鏈，從印度進口更多的商品，並且減少對中國供貨商的依賴，來實現降低成本和供應鏈的多元化。其實不僅是跨國公司紛紛進入印度，印度的成長故事也很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注意。中國那邊的官宣總是說要講好中國故事印度故事講得也不爛。印度的股市比中國的大 A 也表現得更有活力，得益於不錯的收益、GDP 穩定成長，還有經濟從 COVID 的大流行當中相對成功的復甦，所以印度股市相比起中國吸引了更加穩定的資金流入。根據最大的獨立投資研究團隊 LPL 的研究，截止到2023年的9月21號，過去的12個月裡，外國股票基金淨流入印度189億美元。然而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中國的經濟狀況卻逐漸惡化，地緣政治形勢也加劇緊張，所以相對於中國，印度對於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正在穩步上升。再加上印度的 GDP 成長速度已經超過了中國，所以 LPL 預計這一個趨勢會在未來幾年持續下去。看到這兒，小夥伴們可能會想，你說印度這也好那也好，那為什麼印度現在還沒有騰飛呢？那是因為印度確實也面臨着很多困難和挑戰。儘管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但是官僚機構過於強大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在金融領域。即便是在今天，印度的那些大銀行們仍然是國有的，這些銀行向企業和消費者發放貸款的速度非常的慢。這也就意味着企業有好的想法也很難落地實施，等從銀行拿到貸款的時候，可能黄花菜都涼了。消費者的支出也受到了抑制，因為人們很難取得汽車貸款、房貸以及教育貸款等等。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政府的監管也相當隨意，朝令夕改的事兒經常發生。比如在2020年，由於農民的強烈反對，印度政府不得不推翻了之前的一項放鬆農業管制的重大決定，因為農民擔心如果沒有政府提供的價格保護，他們就沒有辦法獲利。實際上，這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是逆市場化的，是和1990年代以前印度抑制自由競爭的那種政策相同。印度會不時地被這種力量再往回拽一拽。另外一個政府拍腦袋引發了嚴重混亂的例子，就是2016年，政府決定在2個月之後的某個指定日期起，停止使用一些面額的紙幣。這也就意味着人們必須把手上的這些紙幣在變得沒用之前趕緊存入銀行，這就導致銀行前面大排長龍，有人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這次胡折騰除了造成工時的損失和浪費之外，還引發了人們對國家信用的普遍嚴重懷疑。連票子都可以說不管用就不管用，那請問還有啥是靠譜的嘞？談到印度的腐敗問題，那可真是一本爛賬，苦水3天3夜都倒不完。在過去1年和政府打過交道的印度人當中，有39%的人袒露心聲，行過贿當然有的國家有可能更黑，外界了解更少，但是印度它倒霉就倒霉在腐敗既非常嚴重還是個民主國家，它有一定的透明度，外界能夠了解到。所以从能夠取得的數據裡排名，那這個比例就是亞洲最高的了。根據透明國際的數據，在他們的清廉指數裡面，印度在全球180個國家当中排第85位，相當靠後。高達89%的印度人認為貪腐是印度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辛辛苦苦攢了一輩子的錢，想在城裡買塊地皮建房，現在走進了當地政府的辦公室，希望能夠正大光明的買塊地皮，結果呢，一道道文件、手續費層層扒皮，還有不斷的貪污這些官員都明示暗示的讓你給好處，最後你會發現你壓根兒就是個冤大頭，你就是在不斷的幫某些官員塞滿錢包而已。印度的公費醫療也是很多中國人討論的話題。當然，印度的醫療體系相比起中國來講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很多中國人去看呢，也是霧裡看花，站在外面看的。印度的公立醫院雖然是免費醫療，但是藥費是排除在外的。你生病了去醫院，應該是得到妥善的治療，但是有的時候你也會發現，醫生很可能會推薦你去做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檢查，和開給你一些完全用不到的藥品，只是為了讓他們自己的荷包更加豐滿一些。那這一幕呢，对很多華人觀眾也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印度的地方和中央一級的高層政治人物也經常捲入貪腐的風暴，拿錢辦事兒這個問題就讓上層決策也變得很不可靠。這種行政性腐敗不僅僅是官員貪污的問題，還有可能會把國家導向歧途。印度的貪腐問題是五花八門，從菜市場塞小錢到國家標案行大會的都有。那這對一個社會的健康成長是非常大的制約。那在這一點上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印度和中國是難兄難弟。印度還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呢。印度在電力、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和海港等等基礎設施方面
確實嚴重落後於中國，甚至目前還落後於越南和泰國等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印度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了中國，但是中國的產能卻是印度的大約4倍。制約印度產能的一大因素就是缺少充足、廉價而且穩定的電力。即使是在被稱之為印度硅谷的班加羅爾，每年都會發生很多次停電。交通也是個大問題。你在印度的公路上開車，可能會發現一條本來應該是雙向行駛的公路，變成了多功能的公路啊，往哪個方向開車的都有。有的時候，甚至行人還佔據了一半的路面。而且塞車是家常便飯，不遵守交通規則也是家常便飯。每天對於司機的你來講，都是一場歷險。印度公共交通的糟糕狀況，那是傳奇級別的。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網上看到過這樣的畫面啊，其實這個畫面在印度也並不常見，拿它來代表印度的日常通勤，其實是有點黑印度了。只有在特殊重要的節日和公共活動的日子，大家全都出門的時候，你才會看到這樣的場景。但是印度的地鐵、巴士和鐵路這個公共交通系統相當不完善，確實是事實。大多數人只能靠擠小巴士和3輪車在大城市當中移動。不過，印度在本財政年度預算當中已經撥出了大約1200億美元，用於改善鐵路和公路這方面的基礎設施。這個撥款額比上一個財年增長了37%，又是2019年這方面預算的2倍多。印度政府也算是知恥而後勇，下了狠心吶。總體而言，印度政府從2019年至2025年計劃總共投入2萬億美元來改善基礎設施。印度面臨的另外一個最大挑戰就是人才的流失。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印度僑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僑民群體當然也是我們加拿大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國之一。光是在2020年，已經有1800万印度人生活在国外。很多年輕的印度留學生選擇留在他們就學的国家繼續生活，這其中就不乏精英，他們當中有工程師、科学家、醫生、科技和商業領域的專業人才。在印度的科技領域，你會發現大批的腦力橫溢者跑去了硅谷、蓋茨堡這些地方。在蘋果、谷歌、微軟這些大公司的辦公室裡，你能看到烏泱烏泱的印度身影，能夠聽到此起彼伏的印度腔英語。在這些大公司的食堂裡面，如果你不能夠說幾句印度腔英語，你都感覺自己受到孤立了。他們確實為這些大公司貢獻了許許多多的創新，而這些寶貴的財富並沒有直接貢獻給他們的祖國。最受印度人歡迎的移民目的國是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印度政府的數據显示，僅僅在2022年就有超過225萬的印度人放棄了印度護照。另外也得補充一點，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人口红利可能是印度在本世紀的最大機遇，但是當下卻是它最大的痛苦之一。簡單的說呢，就是經濟擴張的速度不夠快，人口增加的太快，那就没有辦法養活每一個人。印度的 GDP 已經超過了3500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也算是一大成績。但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那句話放在印度身上也是同樣適用的。溫家寶說，再大的成績除以14億都會變得微不足道。那這個經濟成就用印度的人口一除，分攤下來也確實非常稀薄。35000億美元的 GDP 總量，它意味着印度的人均 GDP 僅僅是2515美元。那從人均 GDP 這個數字來看呢，印度在全球經濟體排名當中處於墊底的1/4那個位置。2019年，印度有45%的人口處於貧困之中，這幾乎接近全國人口的一半了。如果要跟上人口的成長速度，印度需要每年提供大約900萬個新增就業機會。由于這個就業機會增長的不夠快，它相對於巨大的勞動力就存在着缺口，這就使得許多印度人需要常年從事低薪或者是就業不足，面臨這種情況，比如每周只能工作幾個小時。德里大學有經濟學家指出，印度人的工資還是增長得太慢。雖然印度有充足的勞動力，但是沒有足夠的工資和工作機會。不過有一說一，雖然貧困人口在印度的比例還是很高，但是脫貧這個事兒在印度還是成績相當突出的。2004年，有
，40%的印度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的狀態。可是到2019年，絕對貧困這個數字下降到了10%，這也就意味着讓3億多人擺脫了這種絕望的狀態。那麼印度最終是否能夠趕超中國呢？沒有人現在能夠給確定的答案，只能說時與勢現在對印度有利，它有潛力利用中國的經濟停滯期，而且它可以絲滑地進入其他發展中國家很難進入的行業。今後的決定因素很可能是印度政府能否讓企業和投資者們相信印度是一個安全穩定的，同時又回報豐厚的投資地，同時政府能否讓人民相信能夠給大家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以及讓普通人能夠獨立致富的金融工具，從而讓整個國家集體富裕起來。簡單總結呢，就是印度能否腾飞，關鍵在於能否取信於人，取信於民。那麼好，今天这个话题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